如今正值世界百年大变局之中，中国不断向上奋起，美国则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手忙脚乱、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最近，美国更是表现出了神级双标，一面想求中国帮忙，一面却又坚持竞争不放手，如此贪心，着实令人生厌。然而，在这种时候，美国内部却再次闹出一个笑话，五角大楼的一位高官愤怒辞职不干了，其中原因则令人十分咋舌。据环球网援引英媒报道，日前，美国五角大楼软件部主管尼古拉·夏兰正式从五角大楼离职了，并且在离职后还出面接受采访，披露了一则令人惊讶的事实，也就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按照夏兰的说法，辞职主要原因是无法忍受美国的技术明明已经落后了，却依然不紧不慢的转型，以至于在比赛中输给了中国。作为美国空军首席软件官，夏兰在网络技术上有着高超的技术，曾经用3年时间为五角大楼打造网络安全。然而这次，夏兰却认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完全落后了，中国如今正在逐渐成为网络能力全球主导国家。这些技术的超越让美国拥有的5代机硬件技术成为小丑。很有意思的是，夏兰在提到自己辞职原因的时候，还明确提到美国国会授权的另一个安全委员会说过的情况，表示自己也认同中国将在未来10年之内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领域全面超越美国。而正因为他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超越美国，所以他选择辞职。甚至他还表示，在未来15到20年，美国都没有了和中国竞争的机会了。为此，夏兰表示自己感到非常愤怒。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位高官愤怒的一半原因是担心所谓的中国网络威胁美国安全，但是因为这种所谓的威胁论明显是美国常年洗脑导致的，就不过多计较了。只说一点，这位暴躁的五角大楼前软件主管在最后还用一个词汇来描述五角大楼的技术，那就是低龄幼儿水平。当然，夏兰的话确实有点过于夸张，毕竟美国技术确实比低龄幼儿的技术要好，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过，夏兰有句话说的也没错，中国技术未来自然会超越美国，毕竟中国只用了短短几十年，就几乎达到了和美国并驾齐驱的地位。虽然还有不少领域上依然欠缺美国不少，但是同样有不少高精尖领域超越了美国，比如让美国高官愤怒辞职不干的人工智能领域以及高超音速领域。说到高超音速，最近美国不就又开始叫嚣了吗？还说自家暗鹰拥有3800公里的射程，能够从关岛打到我国内地。而让美国如此兴高采烈的原因是，美国陆军接收了暗鹰导弹的地面训练设施，然而设施中却并没有包含导弹本身，只能说又让人又看了一场笑话。在不久前，美军主导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盟友在菲律宾海及南海周边展开联合海上演习，共出动了3艘航母以及1艘准航母，除外还有13艘海上舰艇。而这个编队近日正向南海边缘航行，解放军亮拳头针锋相对。有学者分析，这是自1996年台海危机后最大规模军力展示，他们意图震慑中国不要轻举妄动。在当天，解放军就出动了创纪录的大批次战机群巡航。目前他们正在南海边缘航行，与解放军又对上了。这次我们是实弹轰炸警告。据中国军事网12号消息指出，近日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在南海某海上靶场展开多型武器对海目标精准打击演练。解放军轰炸机组成轰炸编队直奔海上靶场，在指定空域进行凌空轰炸和俯冲打击等多种对海目标轮番打击，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航巡弹、航炮弹等。与此同时，东部战区接连2日演练紧急抢滩登陆，检验部队快速反应能力。在美军及盟友的干预下，南海台海局势不容乐观，误判风险也急剧攀升。不仅是派舰机来挑衅，近日美媒还透露，美军特种部队已经驻台1年，秘密训练士兵。同时，美国海军部长托罗在演讲中表示，虽然目标避免和中国开战，不想卷入台海冲突，但最终任务还是阻止大陆攻台。但重要的不是美国的态度，而是我们一贯的态度。谁阻止谁就是敌人，就是宣战。美国应该深知这一点，所以托罗在演讲中强调，美国可以向其提供武器，使其具备自卫能力。所以，美国所说的阻止攻台不等于美军干预。近期，俄媒刊登美国前海军官陆战队情报官李特指出，
美国无力保护台湾。中国也清楚，美国似乎公开支持台湾不受侵犯的政策，但美国实施这一政策的能力是零，即美军在台海的赢率为零。一旦大陆决定动手，那必将是横扫千军如卷席，不会给外部势力干预的时间和空间。而美军有资料显示，如果美国卷入台海冲突，必须耗费90天向该地区集结兵力。等到美军兵力集结早已成了既定事实，美国再来夺岛的任何行动都将是自杀性的。所以对美国而言，趁着这还是一张有利用价值的牌，就赶紧拼命使用。等到没有价值的时候，就如弃之敝履。而这次所谓声势浩大的演习，更像是搭台演戏，还被解放军拆了戏台子。随着中印两国边境争端相持不下，在印度内部鼓吹印美结盟对抗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据分析，如果真的这么做，除了让两国边境争端的解决复杂化，印度将彻底丧失在未来成为一流国家的机会。有媒体最新报道，针对刚结束的中印军长级会谈谈崩了。中方批评印度所提的要求不合理、不切实际，提醒印度不要误判了形势。印度方面则指责中方没有诚意，双方各说各话，凸显谈判非常困难，也暴露出印度的态度异常嚣张。印度哪儿来的底气？有分析认为，印度看准了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并动起了鬼心眼儿。印度盘算，中国此时不想与邻国激化矛盾，对中国强硬可以迫使其在边境问题上隐忍和妥协。前不久，莫迪高调参加西方会谈，这是一个由美日印澳4国组成的、针对性极强的反华组织。有分析认为，莫迪想向北京传递威胁信号：如果你不在边境让步，我就要完全倒向美国的反华阵营。显然，印度的小心思早已被洞悉。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一语点破，希望印方不要误判形势，印方要珍惜边境地区来之不易的局面。美国一直在讨好印度，认为印度将来会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更想借助中印边境问题，利用印度遏制中国。印度正是看透了美国的意图，于是积极在各方面寻求合作。双方先后签署了4个不同级别的军事合作协议，成功享受到美国准盟友的待遇。印度怎么看待美中关系？根据分析，在冷战时期，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苏联解体后，印度奉行世界多极化，将自己视为世界的重要一极。在外交上，印度积极参加不同阵营的多边联盟，企图通过多边联盟增加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印度在同中国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在边境争端中也讨不到好处，借助美国的力量压制中国，对他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印度同时还和法国以及俄罗斯建立了密切的合作，这让美国非常不爽。在贸易、中东关系、采购俄制 S-400防空系统等问题上，印美两国也存在重大分歧。印美能否结盟？印度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十分清楚和美国走得太近将导致俄罗斯的疏离。因此，印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从美国榨取实际利益，另一方面却始终保持防备和警惕。日前，关于印度一些人鼓吹印美结盟对抗中国的声音，国际问题专家吴正龙表示，印度对美印关系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心态。印美结盟在印度战略家眼里是一个有毒的话题，印美成不了真正的盟友。如果印美结盟会有什么影响？据分析，印美不会结盟，最多只会在特定范围内达成合作。对中国来说，印美两国能做的，他们基本已经做了，其中就包括情报合作、武器装备以及战略协调。因此，即便印美正式结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中国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鉴于印度和美国的实力悬殊，一旦印度真的倒向美国的怀抱，也就意味着印度彻底沦为美国的小弟。吴正龙认为，印美一旦结盟，将宣告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梦想彻底破灭。有人说，在美国构建的印太框架中，澳大利亚是一个十分奇葩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某些时候，澳大利亚甚至比美国自身还要热衷于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这似乎超出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盟友的本分。但是明眼人都清楚，在美国眼里，澳大利亚不过是实现全球霸权的一颗棋子罢了。但是澳大利亚却大有为美国赌上整个澳大利亚国运的架势在，这也正是外界直呼奇葩的所在。日前，澳大利亚再次做出一个意外举动。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澳大利亚海军将再次从美国购买12架海鹰反潜直升机。孤立的去看这件事，这似乎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军购，但是将其同之前的事联系起来就大不一样。这一购买决定是继澳大利亚引进核潜艇之后的又一大军购订单。说起这8艘核潜艇，想必大家还十分熟悉。在不久之前，美国联合英澳共同在印太组建了一个3边安全联盟，而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则是这一框架下的
的重点内容，谁都清楚，美国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安的是什么心？这已经是最大程度的激发了中方的怒火。而这一次，澳大利亚紧接着继续军购，无疑是在中方的怒火上再添一把火。而一向好战、巴不得世界大乱的美国，这次却有不一样的声音。尽管这一军购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是美国五角大楼前首席软件官尼古拉斯·柴兰的一番话，大有劝退澳大利亚停止战争的预备。其表示，一切都结束了，是否为一场潜在战争做准备已经无关紧要。显然，这一战争指的就是在印太的一场中美之战。随后其补充道，美国未能很好的应对来自中方的威胁。尽管这一番话仍带有很强的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意味，但这也最好的证明了美国在应对中国问题上的失败。尼古拉斯还表示，在未来的15到20年内，美国都没有同中国竞争的机会，其甚至将这一局面描述成定局。也正是这种对美国的失望，才催生了其认为战争无关紧要的想法。可以说，连一向强大的美国在面对中国的崛起时，也不免陷入这样绝望的境地，更何况是一个二流国家都算不上的澳大利亚呢？从这一角度来说，澳大利亚企图用8艘核潜艇加12架反潜机来增加对抗底气的做法，无疑是痴人说梦。从这一表态中也可以肯定，澳大利亚一旦敢迈出危险一步，塔成炮灰的命运也将无法避免。